曾提名奥斯卡影帝的卷福主演的网飞新剧《布偶寻踪》震撼来袭，还未开播就一众影迷争先订阅，还邀请了第64届美国电视界最高奖项艾美奖的获得者艾比·摩根担任该剧的编剧，剧情跌宕起伏，悬念感十足，不看实在太可惜。故事发生在80世纪的纽约，小男孩艾佳早上8点出门上学，却离奇失踪，父母只记得他身着一件 T 恤，抱着红色夹克，从家到学校的路上会经过一家奢华俱乐部。平时父亲文森特会送艾佳去学校，只是今天早上他和妻子大吵一架，来不及管失落的艾佳，没想到他从此人间蒸发。警探询问了住在楼下的房东，他一个人住，无儿无女，偶尔会给租户的孩子修理自行车。他面不改色回答了很多问题，却在警探离开时意味深长地看了一眼。警探向下属分配了调查任务，其中最让他在意的就是艾佳途径的奢华俱乐部。俱乐部老板盖特是警探的老对手，做着见不得光的生意。风化组的警察拿了盖特不少好处，纵容他在俱乐部里的任何交易，偶尔还会帮忙收拾砸场子的小混混。警探到访时目睹了这场闹剧，不经意间听他们提到一个名字，老八。时间过去24小时，艾佳失踪的事仍没有进展。文森特望着他的房间，妻子卡西指责的话语重复了一整晚。如果那天他有送艾佳去上学，这一切都不会发生。文森特倔强的没有说话，他顺着路线走到艾佳的小学，难以控制情绪，流下悔恨的泪水。警探将昨晚俱乐部的荒诞见闻告诉上司，可得到的回答是，盖特在6年前就因为不法勾当服刑。他出狱后虽然仍在经营俱乐部，但分化组的人都默许了他的做法。警探只负责人口失踪，手未免也伸得太长了些。就在这时，有人报告，一个环卫工人声称找到了线索，他怀里揣着一件衣服，这是艾佳失踪时穿的 T 恤，上面染着鲜血。卡西只是看一眼就哭出了声。片刻后，文森特才问出了最想问却又最不敢问的一句，他死了吗？警方还在检验衣服上的血迹，一时半会儿没有结果。卡西和文森特拉开了距离，他一脸怒气，仿佛艾佳的失踪都是文森特一手促成。文森特不是个好丈夫，也不是个好父亲，他痴迷于布偶，还创造了广受孩子们欢迎的布偶表演节目，只是最近收视率下滑，主编想要用更新的布偶取缔文森特10年不变的表演。艾佳失踪前为文森特想到好点子，创造一个新的布偶形象艾里克，但文森特从始至终都没有将他的话放在心上。回到家里，文森特又高高在上的挑刺，说艾佳的想法太幼稚，他创造的布偶有脚还有脚，根本不符合现代人的审美。一番话说的艾佳更自卑了。卡西不满文森特咄咄逼人的态度，和他大吵一架。文森特终于找到机会溜出门买醉，只留伤透了心的卡西满脸泪痕来不及擦去，还要安慰脆弱的艾佳。艾佳失踪后，文森特终于重视起他说过的话，在房间里找到新布偶的画像，那是一个虎背熊腰的怪物。艾佳已经给他取好了名字，艾里克。文森特将几十张画像带走，在工作室里描绘制作艾里克要用的图稿，却怎么都画不出心中的样子。他灌进一杯接一杯酒，丢掉一张又一张画纸，酒杯空了，灵感也殆尽了。他抚摸着艾佳为艾里克准备的蓝色布料，回头望望桌上的全家福，只觉心脏一阵刺痛。再次神志清醒，已是清晨。文森特从床上滚落，一个浑身是毛的庞然大物走进来，让他跟自己去找艾佳。文森特震惊地瞪大双眼，是艾里克，一个会说话会行动的布偶。距离艾佳失踪已经过去48小时，警方和文森特夫妻俩召开记者会，记者们问文森特是否后悔让艾佳独自出门上学，又将矛头指向警方。去年开始，暴力犯罪和凶杀案数量激增 4.7%， 警方是否有在做好他们的工作？没有一个人真的关心艾佳的下落。文森特想要忽悠目击者提供线索，门外的小孩又开始做鬼脸胡闹，这场记者会以闹剧收尾。在人们离去时，文森特又看见了坐在人群里的艾里克，但很显然，除了文森特，其他人似乎都意识不到艾里克的存在。艾佳的老师对他印象很深，他喜欢画画，不爱交际。其中一幅画里，父母爆发了争吵，艾佳正在逃离自己的家。可奇怪的是，这幅画里还有一个带着艾佳逃跑的人，他是谁？警探接到上司通知，前一天夜里，他在俱乐部里遇到的风化组同事酒醉后被一辆车撞倒，对方肇事逃逸，而同事也没能抢救过来。警探提起他去俱乐部时带了窃听器，反复听了录音，确认同事提到过老八的名字，而俱乐部里还藏着和艾佳年龄相仿的男孩。还没来得及说完，上司就打断了警探。无辜的艾佳下落不明，他们要做的应该是终结一对父母的痛苦，而不是带着已经过去的事喋喋不休。文森特回到节目组，主编没有和他商量，就准备加入新的布偶角色。文森特心有不甘，又开始挑刺。
这场试验最终不了了之。同事不满地指责他，竟然会让艾佳独自出门上学，出事后不着急寻找孩子，还在节目组找茬。别说好父亲了，连个人都算不上。文森特恼怒万分，对节目组的道具宣泄情绪，而艾里克第3次出现在他的眼前。警探从档案室里调取了案卷，文森特公寓附近住着不少有过犯罪记录的人，其中一个男人引起了警探的注意，他是文森特一家的房东。警探第一次询问时就觉得他有所隐瞒，仔细搜查了他的家，才看见这里还有一扇上锁的门，里面是一条幽暗狭窄的通道，而通道尽头地下室的墙壁上用粉笔画了不少的画，像是孩童的笔触，而房间里还放了不少孩子的玩具和一盒喝剩的果汁。卡西在分发寻人启事时偶遇一个穿着红色外套的孩子，他一眼就认出那是艾佳同款外套，喊着孩子的名字就追上去，却发现只是认错了人。卡西原路返回，却看见电视新闻正播报楼下的房东被逮捕了。另一边，文森特正和主编谈话，他将汉堡扔给身后的艾里克，主编被他的举动搞得莫名其妙。投资人将一整年的预算都给了新布偶表演，但文森特想让主编考虑在节目里加入艾里克的角色，这是艾佳的主意。如果他在电视里看见了艾里克，说不定会主动回家。主编很喜欢机灵可爱的艾佳，也明白他的失踪给文森特带来了打击，决定亲自去找投资人谈谈。考虑到过去10年文森特确实为节目付出巨大的贡献，投资人同意在星期五召集团队，让文森特说出他的企划。就在这时，警方给节目组拨来电话，案件有了新的嫌疑人。T 恤的鉴定结果出来了，上面的血迹是 O 型血。卡西告诉警探，艾佳的血是 A 型， T 恤上的血迹肯定属于另一个人。警方在房东的地下室里提取到属于艾佳的 DNA。 房东解释称，艾佳喜欢黑暗，喜欢画画，每当文森特夫妻俩争吵，他就会让艾佳躲在地下室作画。可问及他是否清楚艾佳身在何处，房东却不肯再回答。审讯结束前，警探问了最后一个问题，才知道房东的血也是 O 型。记者们围堵在公寓门前，纷纷想得到第一手消息。夫妻俩无心理会，回到家里又开始争吵。文森特的父母是著名的慈善家，听闻艾佳的失踪后，寄来$25,000的支票，让夫妻俩登报悬赏。文森特和父母不和，这种举动深深刺痛了他的自尊心，更何况他坚信，只要让艾里克这个角色上电视，艾佳一定会回家。可卡西却问文森特，他为何不肯告诉警察，在艾佳离开的那个早上，他也追了上去。这时，妻子注意到文森特头上的伤口，猛然想起什么，他追问文森特是什么血型，可文森特一个问题都没有回答，拿起背包离开了家。艾里克阴魂不散般跟着文森特，希望他让自己上电视，才能找出艾佳失踪的真相。文森特不堪其扰，在地铁上大骂，周围乘客吓了一跳，将他当作精神病患者，没有一个人敢靠近。警探认出艾佳的画里那个在他前面奔跑的男人和房东很相似，但房东却说他年轻时确实犯过类似的罪，可他现在都72岁，就算想犯罪，身体也不允许。倒是警探如果只将目光放在他的身上，那艾佳就永远不可能回家。文森特的父母住在富人街区，看见文森特到访，母亲并不惊讶，亲自给他准备了一杯茶。艾里克提醒他，比起茶，他需要更烈的东西。于是文森特拿起烈酒一饮而尽，又开始自言自语。母亲一副见怪不怪的样子，说起文森特从小就喜欢对空气自说自话，每当这个时候，母亲就会给他服药。文森特无力反驳，放下支票准备离开，想和父亲打个招呼，可父亲看到他的第一眼就直接关上了门。警探又一次去了俱乐部，俱乐部老板盖特曾犯下过重罪，受害者里也有和艾佳年龄相仿的小孩，但盖特已经改过自新，再也没对任何无辜的孩子下过手。俱乐部里经营的都是合法生意，至于警探看见的小孩，其实是员工带来的孩子，在等着他的母亲下班而已。警探无功而返，他刚到办公室，又接到一通电话，是1年前就报过人口失踪的女人，他的儿子马龙至今下落不明。可所有人都将目光放在艾佳身上，马龙的案子无人关心。文森特回到节目组，将同事们的布偶图稿全都扔进垃圾桶。艾里克在一旁喋喋不休地说着，让他停止埋怨他人，并开始明白如何解决应该看自己。警探调取了案发当天的监控，惊讶地发现艾佳刚离开公寓，文森特就追了过去，他为何要隐瞒这个重要线索？与此同时，卡西拿出艾佳的出生证明，上面记录着他的血型 O 型，可卡西为何要对警方撒谎？时间一天天过去，艾佳始终活不见人，死不见尸，警方没有足够的证据，房东最终被无罪释放。文森特无视了外界的声音，全身心制作木偶。终于，艾里克的头完工了。文森特母亲约见了卡西，
说服他用$25,000发布悬赏，还提醒卡西，文森特的老毛病又犯了，该联系家庭医生给他开药，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今天是文森特和投资人约好要介绍企划的日子，可警探突然赶来节目组，将他带回警局接受审讯。卡西在楼下看见警方围在公寓前，还以为他们将艾佳送回了家，可一上楼才知道是文森特涉嫌参与了艾佳的失踪，已经被逮捕，错过了公布企划的时间。艾里克上节目的事也只得延后。卡西在警局里认识了另一位母亲，他指着玻璃上的照片介绍，那是他失踪的儿子马龙。马龙最喜欢的就是照片上的篮球背心。1年来，外界没有任何他的消息，只有想到马龙失踪时仍穿着最爱的衣服，母亲的心里才有所慰藉。另一边，文森特在审讯时不断抖腿，借此掩饰内心的焦灼不安。接续的监控拍下，艾佳在离开公寓的1分钟左右，文森特就追了上去。案发前一晚，夫妻俩当着孩子的面吵架。艾佳在第2天一大早离开时，明显心情不佳。文森特委屈她应该不是出于关心，因为监控拍下他曾对着艾佳大吼大叫。在那之后，文森特就消失在监控视野。艾里克在身后催促文森特离开，文森特急火攻心，对着空气大骂。警探疑惑地看了看周围，什么都没有，他到底在跟谁说话？文森特冷静了一阵，向警方坦白，那天早上他大喊艾佳的名字却被无视，就跟着艾佳进了一条小巷，两人起了争执，而文森特竟抓起艾佳的后脖梗，撕扯之中，文森特额头受伤，血应该就是那时候留在 T 恤上的。之后，艾佳突然脱下 T 恤丢向文森特，头也不回地转身离开，而文森特只当他去了学校，并没有再追上去。至于 T 恤，则被文森特丢进了垃圾箱。左边是文森特和卡西的好友，文森特被拘留后，他亲自将卡西送回了家，而卡西也问出他心里最害怕的问题，到底是不是文森特杀害了艾佳？仔细想来，卡西竟然有一丝庆幸，因为文森特算不上一个好男人。事实上，卡西已经和别人发展了地下情，如果艾佳真的离世，他就不用再受到文森特的伤害，而卡西也可以名正言顺和情人远走高飞。马龙的母亲在等候室等到睡着，总算见到了警探。1年过去，人们懒得再提起马龙的失踪，只有他的母亲在意。警方不去调查马龙失踪的街道，还有他经常去的篮球场，只会说我们尽力了。可一个活生生的人凭空消失，如果真的尽力了，又怎么可能过去1整年都查不到任何线索？隔天一大早，警探调来小巷附近的监控，证明案发当天8点15分左右，艾佳身着外套离开了小巷。3分钟后，文森特也从小巷离开，往艾佳的相反方向走去。8点34分，地铁站的监控还拍到文森特刚好过马路上班，接下来1整天都没有再离开。他的谋杀嫌疑被洗清，警方将其无罪释放。媒体又开始质疑他为人父的能力。纽约邮报的专栏记者将他评为父母中的败类，而卡西也接到陌生人来电，诅咒说艾佳肯定再也回不来了。他心力交瘁，去楼下找了房东，想看看艾佳在这里留下的话，笔触很稚嫩，却充满了想象力。他抚摸着墙上的画，泪水浸湿了双眼。警探望着满满的线索墙，发现艾佳失踪的必经之地还有一个被所有人忽视的篮球场。巧合的是，这也是失踪的马龙经常去的地方。马龙是个不安分的孩子，因为各种罪行被逮捕过几次，可仅仅是因为这样，警局就忽视他的失踪，这和伤害他人的罪犯有何区别？警探不顾上司的反对，要重启案件调查，而最令他在意的还是老八到底是谁。警探直接找风化组的同事询问，可对方却说唯一知道老八的人已经死了，对手太过厉害，不要再妄想查下去。主编替文森特争取到最后一次机会，还请来了市场部负责人和儿童动画的首席运营官。艾里克为文森特打气，目送他走到几位审核官面前。艾佳曾给文森特说过艾里克的由来，是他突发奇想构思出的床下怪物，但他并不可怕，也不会伤害人，相反是能和孩子们并肩而行的怪物。周围的同事明白文森特付出了多大努力，拿起手上的布偶陪他手中的艾里克一起表演。审核官也很满意这次创新，通过了文森特的企划。众人来到奢华俱乐部庆祝。艾佳失踪后，文森特竟然还敢花天酒地。审核官私下找到主编，他认定文森特是个累赘，布偶新企划可以留下，但他必须出局。节目开播10年，主编和文森特被评为最受喜爱2人组。文森特创办了很多布偶角色，而主编则负责出资招揽投资人，占节目组60%所有权。每个人都喜爱艾里克这个角色，但不接受一个连孩子都看不好的男人。主编唯一能做的就是给文森特争取多一点补偿，但这刺激到文森特脆弱的自尊，两人大吵一架，什么恶心的字都说了出来。文森特怒气冲冲到审核官面前质问，他癫狂的模样
更是让审核官确认开除他是最正确的选择。不巧的是，文森特父亲刚好也在附近，看见他的第一眼，文森特瞬间冷静下来，犹如平时被操控的布偶一样，乖乖听话离开了酒店。父子关系仍旧很疏离，父亲早已厌倦文森特的毒舌以及他编造的艰辛童年，而他始终不会扪心自问原因何在，似乎世界上所有事，包括艾佳的失踪，都是别人的错。文森特沉默了良久，他轻声唤了一声父亲，对方却只回应了冷漠的侧脸。卡西探望了马龙的母亲，马龙的照片还在家里放着，他小时候的玩具也保存完好，两个失去孩子的母亲心境是完全相通的。卡西敞开心扉说，艾佳会离开很大可能是因为自己和文森特给不了他温暖的家，但马龙母亲问他，艾佳是否从小能吃饱穿暖，不用想方设法维持生计，做母亲的也不用24小时担心他的安危，这一切安稳的生活马龙都没有，而他的失踪也无人在意。马龙母亲除了悲伤还有愤怒，愤怒在他心里烧了一个洞，久久无法愈合。卡西也明白何为愤怒，大概就是文森特不管何时只要回到家做的第一件事就是翻箱倒柜找酒，不关心妻子，不关心艾佳。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夫妻俩牵着的手松开了，可直到这时，文森特仍只会把错推给别人。他认定妻子是有了婚外情，所以才会想出这些说辞，可他却没想过，他在奢华俱乐部放纵的时候，只有情人陪着卡西在街边发传单。卡西说了这么多，文森特一句都没听进去，而是拿出藏在马桶水箱里的酒一饮而尽。但卡西接下来的一句话却让文森特如遭雷击，她怀孕了，情人的孩子。文森特不知该如何回应，跑到艾佳失踪的那条小巷，又喝得酩酊大醉。与此同时，无人在意的地铁隧道里，一个小小的身影躺在那里，穿着艾佳失踪时同款的牛仔裤和鞋子。突然，一根绳子垂下，文森特去找了房东，一如既往没放过对方家里的酒。房东告诉他，自己也曾置身黑暗，但至少人还活着，只要努力挣扎，黑暗就不可能将任何人吞噬。文森特也去看了地下室的画，他抚摸着艾佳的稚嫩笔触，突然察觉到这是一幅地图，或许这是找到孩子的关键线索。警探在查看监控时，发现曾捡到 T 恤的环卫工在垃圾箱里塞了一包东西。他去环卫公司调查，可那人支支吾吾，什么也说不清楚。老板却在警探即将问到关键时突然打断，让环卫工去工作。警探没有申请到搜查令，无法久留，自然也不会清楚，其实环卫公司私底下正做着不法勾当，而他的后台却是谁也动不了的大人物。为了避免节外生枝，老板假借聚会的名义邀环卫工人去酒吧喝酒，趁他喝得不省人事，叫来打手狠揍一顿，并将他扔到去往另一个城市的垃圾船上。警探想起之前风化组车祸身亡的同事的搭档经常和他一起执行任务，刚好助理又和搭档的妻子达娜是好友，在助理的牵线搭桥下，达娜同意和警探见面。同时助理又说出了另一个惊人的消息，奢华俱乐部现任老板盖特此前因为不法勾当被逮捕，而曾和他合作交易的一个男人正是文森特的好友，现任节目主编。主编和文森特一家认识多年，亲眼看见艾佳出生，知道他长大，但主编坚称他虽曾经因为见不得光的事被逮捕，但绝不会对身边的人下手。警探拿出马龙的照片，主编犹豫了一阵，还是提供了线索，让他去找一个叫里卡多的男人。在此之前，警探先去找了达娜，他也没听搭档提过老爸，但在分化组同事死于车祸后，搭档明显松了一口气，而达娜也发现搭档刚买的新车保险杠上有凹痕，油漆也刮掉了。告别达娜后，警探看见文森特背着行囊正在寻找什么，他激动地给警探展示艾佳的画，嚷嚷着这是一幅地图，他马上就要找到艾佳了。见警探不信，他也没有生气，而是扬了扬手里的画，踏上寻找艾佳的旅程。文森特沿着地图前行，果然上面的标记都和艾佳的画一一对应。他在地下通道看见身穿黑衣的奇怪男人，刚要跟上去，艾里克就出现打断了他的思绪。再望过去，黑衣人已经不见踪影。他跟着艾佳的画折腾了好几天，艾里克都有些不耐烦，嚷嚷着布偶的脚也会痛。就在这一天，卡西突然在家接到一通电话，对面的人声称艾佳在他手上，并准确说出艾佳的特征，要求卡西准备10万现金，晚上到街口的电话亭见面。卡西打不通文森特的电话，去了节目组才知道他被开除了，而艾佳的创意也被节目组夺走。他们做出了艾里克的布偶，并在市中心开展发布会，副市长也应邀参加。新布偶受到孩子们的一致好评，即使他的形象和艾佳心中的艾里克有很大的出入，而误入现场的文森特只觉眼睛一阵酸痛，这明明是他用来寻找艾佳的宏伟计划，却被这群人亲手毁掉了。警探去了篮球场，
找到了主编提过的里卡多，他的身上竟然穿着马龙最爱的红色球衣。里卡多解释说，马龙失踪当天和他打了一整天球，晚上说要去见一个人，就和他换了衣服，而里卡多的球衣号码是8号。里卡多还透露过，他和马龙都是奢华俱乐部的员工，如果马龙当天去过俱乐部，监控应该会拍下失踪的经过，可由于俱乐部的监控经常会被清理，盖特也只能尽力帮忙寻找。马龙的案件暂时陷入停滞。此时助理调取了艾嘉学校附近的摄像头，拍下失踪当天艾嘉正跟着一个衣衫褴褛的男人。警探很快意识到这个男人和艾嘉画像的人很像，找到他或许就能得知真相。警探向上司说了自己的猜想，风化组同事被杀当晚，搭档很晚才回家，行车还多了凹痕。马龙失踪时和里卡多换了球衣，穿的是8号，他应该就是同事提过的老八。而搭档和同事吃了不少俱乐部的回扣，怀疑是他们在暗中操纵俱乐部，却因为某些原因使搭档不得不灭了同事的口。但上司却否认了警探的猜想，让他努力寻找艾嘉就好，不用管马龙的失踪案。在警探走后，上司找到搭档，恶狠狠说了一句：“管好你老婆的嘴。”卡西和文森特从未攒下过积蓄，他只好去求文森特的母亲借钱，可家里只有文爸知道保险柜钥匙在哪。文妈让他在家里好好休息，等文爸回来了再说。却没想到文爸直接给警探打去电话，说了艾嘉被绑架勒索的事，理由是卡西一个人拿着现金走在街上太晃眼，必须有警探陪同。卡西清晰记得打来电话的男人操着一口法国口音，听上去大概20-30岁的样子。警探根据监控里和艾嘉对话的男人的特征画出了画像。卡西并未见过他，倒是卡西的情人有印象。情人在慈善机构做事，负责给街上的流浪汉分发食物。画里的男人叫尤瑟夫，住在地铁隧道里，他经常会在墙上画涂鸦，手脚不干净，小偷小摸，但没什么大案底。警探本想等卡西和他见面的时候带人抓捕，但上司竟提前向媒体发布了通缉令，尤瑟夫肯定不会傻到出现在约定地点，这场抓捕算是被搞砸了。盖特牢记警探的嘱托，他翻找了监控室所有录像带，却发现除了马龙失踪当天，其余所有录像带都保存完好。俱乐部负责管理录像的男人叫 TJ， 他背着盖特做了不少见不得光的勾当，因为从来都没惹出过大麻烦，盖特每次都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而马龙的失踪又是否和他有关？夜里9点，卡西准时去了电话亭等待，却迟迟见不到尤瑟夫。他在电视里看见自己的通缉令，也不敢擅自出门行动。于是他想到了好友雷亚。事情还要从1周前开始说起。尤瑟夫在隧道里捡到了艾嘉，他将艾嘉带回流浪者基地。这里不像地面上一样总是充满阳光，四处都是难闻的垃圾，食物全都发臭，还弥漫着浓烈的酒味。尤瑟夫心疼艾嘉这么小就独自流浪，经常出门给他寻找新鲜的食物。雷亚也是流浪者一员，他看到艾嘉的第一眼，心里就打起了主意。地面上的有钱人总是有些难以启齿的癖好，而俱乐部的 TJ 就负责填补他们空洞的心。雷亚想将艾嘉交给 TJ 换一笔钱，但尤瑟夫一直护着艾嘉。直到今天，警方发布尤瑟夫的悬赏，正好又赶上副市长为了接下来的选举，以寻找尤瑟夫为由，开启了街道清理计划，要赶走住在隧道里的人。尤瑟夫只能将艾嘉交给雷亚，临走时不忘提醒艾嘉要勇敢、善良、与众不同。与此同时，文森特顺着地图寻找，途经之地的涂鸦都出现在艾嘉的画中，而涂鸦最多的地方则是地铁隧道里。隧道里散发着难闻的气味，无家可归的人遍地都是，看不出他们是生是死。隧道尽头是流浪汉的基地，一群被世界抛弃的人围在一起。文森特累得瘫倒在废旧沙发上，回忆着艾嘉出生时就那么小小一个孩子，他抱着艾嘉，却像抱住了全世界。但10年过去，家庭、工作各种因素让他忽视了对孩子的感受，总觉得身为人父，只要让孩子活下去就好。在一个完全没有爱的家庭，也难怪艾嘉会逃跑。说着说着，文森特回头，却看见了熟悉的红色外套。清理计划已经驱逐了大半流浪者，所有人都在逃跑，而文森特则是选择走向他们的相反方向，却因为体力不支摔倒在地。最后一眼看见的是艾嘉的背影。雷亚带着艾嘉顺着隧道的楼梯向上爬，可由于他年纪太小，楼梯又太过潮湿，艾嘉脚下一滑，和抓着他的雷亚一起跌落。而这个夜晚，卡西也没有等到尤瑟夫的出现，但清醒后的文森特在尤瑟夫被拆除的家里看到很多属于艾嘉的画，他还是来晚了。清理行动中，地铁和隧道进水严重，数百名流浪者涌入街头抗议，警方仍没有找到尤瑟夫的踪影。艾嘉在流浪者聚集地留下痕迹，又再次人间蒸发。
盖特从 TJ 手里拿到马龙失踪当天的监控录像，当天他确实身穿8号球衣，被 TJ 引荐给大佬，却因为没有给分化组的人交保护费，被殴打致死。大佬回头时，警探看清了，这是权势滔天的副市长。所有线索串联在一起都说得通了，警探的猜测是对的。而上司一直隐瞒马龙案，或许是因为他也是走狗之一。警探向所有同事公布了录像带，不顾上司的警告，要求立刻逮捕分化组的搭档，即使赌上仕途也在所不惜。尤瑟夫回家收拾行囊时，恰好撞见文森特，这才知道艾佳失踪当天应该是在跟踪尤瑟夫，可隧道里太危险，他一不小心摔倒，后来被尤瑟夫发现，才带回家里救治。艾里克再次出现，指责文森特是个失败的父亲，艾佳讨厌他才不肯回家。最可怕的怪物从来没有待在床底，而是从不关心孩子的文森特。他和艾里克扭打一团，一拳又一拳，直到艾里克从眼前消失。警方逮捕了副市长以及马龙案相关的所有嫌疑人，而在环卫工人房间的仓库里，放着马龙死前穿着的8号球衣，墙上还贴满了失踪孩子的报纸。整个环卫公司以及分化组都是副市长的人，他们互相包庇，互相获利。马龙的尸体是由环卫公司替副市长处理干净的，而环卫工人留着那件球衣，或许是因为谨慎的良心在垂死挣扎。马龙的案件就此结案，而艾佳仍旧不知所踪。警方在河边找到一具女尸，上面盖着艾佳的红色外套。助理接到电话，有人在公园见到艾佳的身影，流浪汉们也在公园聚集，他们痛斥清理计划毁掉了家园，高喊着人人平等、人人有家的口号。与此同时，文森特穿过地铁隧道，楼梯的尽头是节目组的演播室。他在后台找到艾里克的布偶衣服，套在身上，一步步沉重地走向公园。他站在讲台上大喊艾佳的名字，说自己很抱歉，就像流浪者们说的一样，每个人都需要一个让自己感到安心的家。文森特哽咽了一阵，拿下艾里克的布偶头，说了托尔斯泰经典的一句话：每个人都想改变世界，却从未想过改变自己。但现在不同了，为了艾佳，他会改变的。接着，文森特来不及脱下厚重的布偶，急着赶回家。就像他所料那样，艾佳也听见他在电视里的肺腑之言，在家门前和他相遇。一切又归于平静，三口之家因为这场意外而变得更加紧密。但马龙的遗体早就被扔到垃圾场，想找到可谓是大海捞针。马龙母亲召开记者发布会，要将这份爱和希望传承。所有人都该生活在一个安全的城市，也理应得到更好的对待，不是明天，而是现在。从那以后，文森特心里的埃里克再也没出现过。或许埃里克的存在本就意味着文森特和艾佳的关系纽带，以及他自我救赎的心理特征。他找回了艾佳，挽救了家庭，从此也学会了一个道理：凡事不要先埋怨别人，而是从自己身上解决问题。